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拉斯杨。这一集要颠覆大家对人类起源的认知。还没有加入优秀天才团的朋友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就可以获得在我心目中的优秀天才元老称号。好听的故事开始了。茫茫宇宙中，很多朋友都一直在问外星人究竟在哪里。大家在不经意的瞬间就问出了一个充满哲学的问题，这就是费米悖论。那问题来了，是我们真的没有找到他们，还是外星人就在我们中间，或者是我们就是外星人的后代？1921年12月6日，德国考古学家卢维德在埃及代号 P47.2 的一片荒漠中开始挖掘。突然，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。卢维德写道，在我们前面大约膝盖高度的地方，首先露出了一条肤色的脖子，上面画着红色的丝带。我们十分谨慎地清理，最后色彩缤纷的半身像被抬了起来。我们找到了埃及最栩栩如生的艺术品。这座头像被称作 Nefertiti 纳夫提提，意思是迎面而来的美人。埃及壁画中有很多纳夫提提的画像，但是文字中却没有任何记载，非常神秘。纳夫提提的头像现在被收藏在柏林新博物馆里。埃及考古学家说她是生活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的法老皇后。大家看，栩栩如生啊！埃及在33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就能制作出现实主义雕像，这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。大家再仔细看，纳夫提提皇后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秘密，那就是这顶帽子太大了。为什么人类皇族都要戴这么高这么长的帽子？英国王室、贵族，甚至是教皇，这是解密我们人类秘密的关键。在1921年的考古挖掘中，纳夫提提出土的还有另外一座雕像，法老阿克纳顿，意思是神的仆人，非常神秘的名字。阿克纳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他的脸又细又长，眼睛狭窄。现代科学家对阿克纳顿的容貌进行了 3D 重塑。怎么，他好像一个外星人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他的样子和复活节岛上的默哀石像是一样的？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，还是他过去去过复活节岛？在节目的后面，你们就会知道真正的答案。埃及官方考古学家说，阿克纳顿是3500年前埃及18王朝的法老，他得的是遗传疾病才长成这样的啊，巴拉巴拉的。官方解释和现在总会出现惊人的矛盾，就像在挖掘中发现的墓穴，这里的墙壁是纯手工雕刻，看起来非常精美，用手电筒一照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当手电筒逐渐往左边移，这光在墙壁中就如静水流淌一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左边花岗岩的圣书体必须用高能激光进行雕刻，而且必须把文字里面的凹面和直线打磨得像镜子一样，才能让光发出流光溢彩的感觉。人类在青铜时代怎么能做到这种水平？所以 Nefertiti 阿克纳顿也许根本不是他们的名字，因为接下来的发现让埃及考古学家已经无法解释。和 Nefertiti 阿夫纳肯一起出土的还有很多石像和雕刻，记录了埃及法老一家人的生活。但是你越看就越奇怪，首先这纳夫提提的头怎么这么大这么圆？是帽子的问题吧？法老头上的这个圆柱是什么？还有在最后发现的一幅名为 Nefertiti 阿夫纳肯和他们的孩子的石板上，法老和王后他们四肢纤细，抱着孩子，而且他们的孩子的头竟然是长长的圆圆的。难道他们是外星人？当考古学家继续挖掘，他们最后都震惊了。他们发掘出很多这样的头像，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当你换个角度，就会发现他们的头怎么都是长长的。难道阿夫纳肯是家族遗传疾病？错，在埃及壁画里，远古埃及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看，他们有的在休息，有的在聊天，还有神庙祭司们，是不是埃及金字塔、远古核聚变
高能能量武器都是他们发明的。为什么今天要颠覆大家对人类的认知？因为今天说的都是事实啊。科学家在古印加帝国的古墓里发现了很多长长的头骨，这类头骨最早是1927年 Julio Tello 发现的。这些长头人和古代埃及人一样，被绑成了木乃伊，然后埋在了深深的地下墓穴中。主流考古学家解释，这些长头人其实是源于古代的一种绑头习俗，就是把小孩的头绑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变长。在非洲和古印加帝国里都有这种习俗。会不会是这些古代人类看到了具有高度智慧和技术的外星统治者，他们想要模仿？难道这就是为什么君权神授的皇族和教皇们都要戴一顶高高的帽子？接下来更震惊的来了，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墓穴中有5%的头骨不是人类。这些头骨重1.27到2公斤，比普通人的头骨重30%到60%，脑容量比普通的人大2.5倍，眼睛洞也比人类大30%。难道他们是巨人？在人类的头骨中，中间是有一条缝隙的，但这些长头头骨中是没有的。大家看，没有这条线，但是头上多了2个洞。生物学家认为，这2个洞是可以让血管和神经穿过头骨连接大脑，给大脑提供更多的血液和氧气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连接脊椎和头骨的这个洞，普通人类的洞比较大，而且在头骨中间，这样就可以比较平衡。而普拉卡斯头骨的洞是靠脑后的，而且比较小，这就会让他的脖子变得又长又细。为了让头骨站立的时候达到平衡，所以他们的头都必须这样前倾着，这就和纳芙提蒂的雕像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猜想，有一群和古埃及人长得一样的长头巨人来到南美洲，然后他们用自己的高等智慧和埃及的技术建造了南美金字塔、普马蓬古、复活节岛等巨石遗址。当地人一看，这些巨人怎么这么厉害，就把他们崇拜成神灵，然后当地人类就开始模仿巨人，开始绑头，希望和他们一样获得充满智慧和高贵。因为这些长头巨人是地外生命和人类的混血，他们也想给天上的父亲们发信息，希望把他们接走，所以他们就在秘鲁、纳斯卡画了很多线条，这其实就是给他们在天上的家人看的。不过他们最后被一群来自天上的杀手给消灭了，具体的故事请看上集。在秘鲁的普拉卡斯，这些长头人还在山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图形，叫做 Paracas Candelabro 帕拉卡斯烛台。在希伯来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，这些烛台是让摩西做的，只能在神殿里使用。这种灯台也在三星堆中出现过，三星堆的雕像也是眼睛很大头很长哦。苏美尔传说中也出现过，有时候也会被雕刻成树的样子。很巧的是，最近美国科学家取得了这些头骨，把它们的牙齿取出来，然后切开，里面就有牙齿的神经粉末，这些粉末就可以提取 DNA。 在测试之后，科学家震惊了，这些头骨的一部分 DNA 不是现代人类，而是类似 Homo sapiens 智人的 DNA。 智人主要生活在25万到4万年前的原始地球，智人的脑容量比人类略少1300毫升，眉骨突出，浑身长毛，和疯狂原始人一样，他们都生活在洞里。科学家还发现，这些长头人的头骨都是红色的。人类中有红色头发的人种主要出现在欧洲和中东地区，也就是苏美尔文明发源地的那一带。意思就是长头人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原始人类和未知生命的 DNA 融合形成的高智慧生物。在苏美尔文明中，有一个被公认为人类最古老的故事，刻在12块泥板上，名叫吉尔加美什史诗。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石板，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蕴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。在大洪水之前的世代，有一个人，神阿努让他通晓这个世界一切的秘密。
他把神的知识带给了世界，他建造了华丽的乌鲁克城，石蓝雕琢，精细无双，巨石成员在太阳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是谁开山辟道？是谁探索世界？是谁在大喊我就是王？是他，他叫吉尔加美什。他有2/3的神的血统，1/3人类来源。他的脚掌有1.5米，伟岸的身体犹如天神降临。不过，这位王者年少轻狂，四处征战，而且吉尔加美什经常去抢百姓的少男少女，尤其是喜欢抢夺新娘，非常暴烈。所以当时的百姓痛苦大喊，哭声都传到了天堂。天神阿努听到百姓的哭声，他不能让巨人之王吉尔加美什如此肆意妄为，必须创造出另一股势力与他抗衡。于是天神阿努就让女神阿鲁鲁来到地球。女神阿鲁鲁在旷野中抓起一把神土撒向大地，于是旷野中就唰的一下站起了一个凡人，叫做安基杜。安基杜和我们现在人类不一样，泥板中写道，他是诞生于荒野的沉默之子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发出呜呜呜的声音。他全身长满了野兽的长毛，他每天都在旷野里和羚羊一起凝望世界，一起和野兽在河边喝水。他有野兽的力量，跑得快，跳得高，天天都在森林里和野兽们玩耍。当时有个猎人走在森林里想要取水喝，当他快要走到井边的时候，突然他发现一只毛茸茸的巨大生物在喝水，他震惊了，吓得不敢靠近，悄悄地往回撤退。他要把这个发现告诉城里的人。在他回去的路上，他发现他布下的捕猎陷阱都被填上了，而且陷阱旁边明明是有野兽的痕迹，但是就是没有猎物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森林里的那个人干的。他赶紧跑回城里，找到国王吉尔加美什，就说：我的王，我看到山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，它的力量和磐石一样，它每日都在山里和野兽奔跑，我太害怕了，没有跟上它，它还把我的猎物和陷阱都给毁坏了，我都没法生活了呀。这吉尔加美什就说：你带妙计沙玛哈去，向他展示魅惑之力，这样这个人的野性就会消失。于是这个猎人就带着沙玛哈走了3天3夜，终于到了那座山上。他们就坐在井边等。终于有一天早晨，有一群野兽跑来在井边喝水。这时猎人和沙玛哈一看，那个人就在野兽中间，他和羚羊们一起吃草，和野兽抢夺饮水地盘。猎人就急忙对沙玛哈说：就是他，那个危险的家伙，你去吧，不用害怕，对他做女人该做的事情。于是这美丽的沙玛哈就慢慢的起来，边走边解开了她酥溜裙子。正在喝水的安基杜这不抬头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太美了。于是他就慢慢靠近沙玛哈，两人就开始了搏斗大战6天7夜，天崩地裂，鬼哭狼嚎。在第7天，安基杜从筋疲力尽中起身，两腿发软，他慢慢走入丛林。这时候他突然发现，那些以前和他玩耍的野兽怎么见到我都吓跑了。然后他就追上去，想要和野兽们一起奔跑，但他发现我怎么跑不快了，跳也跳不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安基杜从水中看，他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变化，他失去了原始野兽的野性，变成了人类。这时候沙玛哈就走上前，温柔地抚摸着安基杜的脸庞说：你现在美貌好似天神，你为什么还要在荒野中悄然游荡？来吧，我带你去乌鲁克，那里有个王叫吉尔加美什。听完沙玛哈的话之后，安基杜突然慢慢的结结巴巴的开始说话了：带我去那里，我要挑战吉尔加美什，我才是真正的王。安基杜就从原始人突然就变成了智慧人类，非常写实啊。就在安基杜启程去乌鲁克的那晚，吉尔加美什晚上就开始做梦。他梦见天上有一颗流星唰的落到了地上，地上的百姓都围着这颗坠落在地上的流星亲吻这颗流星。
他梦见这颗流星将要和他平起平坐。随后安琪杜就走进了乌鲁克城，他一进去，城里的人都惊讶的这围着他看。他们发现安琪杜和吉尔加美什长得非常像，都有神的样子，于是就纷纷拿面包和酒给他。安琪杜看到这些食物就非常疑惑，心想啊，这是什么？沙玛哈就对他说，吃吧，喝吧，这是大地的恩赐，这些食物会让你生存。安琪杜从此就开始了人类的生活，学习生活起居，慢慢的就获得了更多的智慧。他发现每到婚礼的时候，吉尔加美什就会出现抢夺新娘，他就愤怒地拦住他的去路。吉尔加美什一看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于是就开始和安琪杜搏斗，打得地动山摇，鬼哭狼嚎，直到最后吉尔加美什和安琪杜都单膝跪地，气喘吁吁。筋疲力竭的安琪杜就说啊，你是神之子，成为王者是你的命运，但你为何残暴放荡？我仰慕你的力量，不论未来你有多少愿望，我都会和你一同实现。英雄惜英雄，吉尔加美什一看啊，就一把抱住了安琪杜啊，这个双方就开始了拥吻啊，石板上就是这么写的。从此他们就成为了至诚至真的兄弟。有一天，吉尔加美什突发雄心壮志，说要去征服遥远的雪松森林。安琪杜一听啊，顿时啊黯然泪下。这吉尔加美什就牵起他的双手说啊，为何你的双眼中总是噙满泪水，双肩颤抖不停，又是哪般？安琪杜满眼泪水就说道，我的泪源于眼前的震惊，我的颤抖来自内心的恐惧。雪松森林遥远艰辛，你实在不应执着此行。吉尔加美什就说啊，你一定是担心残害世人的怪兽轰爸爸。今日我和你共同战斗，多少野兽妖怪我们都不再害怕。于是吉尔加美什就说服了安琪杜，两人带上全套附魔装备，和全城的人告别之后，就踏上了雪松森林的探险之路。在途中，夜晚降临，吉尔加美什突然就开始做梦，梦见黑夜遮蔽天日，天空中雷声大作，山谷崩裂，天空和大地都轰隆作响，天上出现雷电般的火鸟，喷射出死亡的烈火，万物瞬间都化为灰烬。吉尔加美什一下就被吓醒了，问道啊，安琪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安琪杜就安慰他，这梦是好兆头，应该是我们打败轰爸爸时候的景象。巨人之书中讲到，因为神对以诺说，判决以下，必须派米迦勒这些天使把地球上的所有巨人都消灭。这时候地球上的巨人同时都开始做奇怪的梦。巨人之书中就记载了吉尔加美什的这些梦，所以死海古县和吉尔加美什可能是记载了同一时间不同巨人的故事，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个梦。巨人最后的结局啊，我在上一集都讲过了，一定要看一下。接着吉尔加美什终于和安琪杜来到了雪松森林，他们手持大宝剑在森林里悄然行进，准备偷袭轰爸爸。就在安琪杜转身回头的时候，突然这个轰爸爸就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把抓住这个安琪杜啊，这个把他提起来，大喊，你们是谁，竟敢来到我的地盘？ You look like my enemy， 我要当着你的面撕开你的喉咙，把你的肉喂食山中野兽。这吉尔加美什一看，大喊一声啊，就拿着宝剑向轰爸爸砍去，咔嚓一下，轰爸爸就被宝剑砍到鲜血淋漓，他顿时就暴怒嘶吼，发出的声波向前冲去，把整个雪松森林都撕成了两半。这吉尔加美什安琪杜啊，就在轰爸爸的嘶吼中啊，头晕目眩啊，这个两眼发黑，都跪下来，马上就要被团灭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努神突然在天空中出现，召唤了地狱之风，瞬间就把轰爸爸给围住了。飓风周围高速旋转，呼呼作响，轰爸爸一下就出不去了。他一看，心如死灰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就流下了泪，大喊啊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我可以为你的国看守领地。这个时候，吉尔加美什就举起了宝剑啊，准备要砍掉他的头，犹豫不决。安琪杜就在旁边大叫啊，快动手，要不然其他神来救轰爸爸的话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轰爸爸这么一听，瞬间眼神中就充满了恶毒，抬起头就说道
啊，我诅咒你，昂基杜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时候，在旁边的吉尔伽美什举起宝剑，手起刀落，唰的一下就砍掉了红爸爸的头。在死海古卷中记载，这些怪兽其实也是堕落天使的孩子。昂基杜在最后说快动手，就是怕堕落天使来救红爸爸。最后堕落天使们还是找上门了，他们在梦中对吉尔伽美什说：你们杀了红爸爸，让神发怒，你和昂基杜必须死一个，你们自己选吧。这时候昂基杜突然就陷入了精神恍惚之中，说道：我的王，我受诅咒而死已经是天命注定。神啊，我要诅咒那个猎人，为什么他在旷野中找到我？我要诅咒沙马特，为什么他要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？我多么怀念在森林中无忧无虑的生活。阿努神听到安基杜的话，温和的声音就从天而降，说道：为什么安基杜你要诅咒沙马特？当初是谁为你准备衣服食物？是谁带你结识吉尔伽美什？事到如今，你和他已经结成兄弟，你离去之后，他必为你愁肠寸断，他会脱下黄袍，衣衫褴褛，在旷野中徘徊。昂基杜听到神的话，愤怒顿时消去，平静来临。他就说：我要收回我的诅咒。然后他就开始祝福。然后慢慢的，昂基杜就开始变得神志不清，大叫：我不懂，我不懂。那昨夜的梦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大地狂暴颤抖，我在大海中被疾风骤雨痛打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的朋友，我曾与你患难与共，不要忘了我。当初我看到了世界，从此心意难平，如今我梦见了未来，毕生心里耗尽。荒野之子安基杜就闭上了眼睛。我留着陪你，最后的距离是你的侧脸倒在我的怀里，你慢慢睡去，我摇不醒你，泪水在古城里决了堤。从此吉尔伽美什就无法从悲痛中自拔，终日衣衫褴褛，在旷野中这么游荡。他想去寻找永生的秘密，他想再次见到安基杜。直到有一天，低沉的号角从天边传来，吉尔伽美什缓缓地抬起头，他看到超越山峰的大洪水慢慢地从天际扑来。这一刻，他终于露出了真心的笑容。安基杜，我来了。好感动啊！充满人类秘密、兄弟之情、激荡探险的史诗巨作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果然是优秀天才盘的朋友们太爱学习了。想要吉尔伽美什史诗或者是死海古卷巨人之书英文版的朋友，继续加我的Instagram 发信息就可以得到。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都问我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远古的秘密？这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外星人。